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科技相关的议题啊。根据最新的报道，这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报关行，说 NVIDIA 的 H200人工智慧晶片呢不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但是路透社无法确认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指示是不是适用于先前已经下定的 H200晶片，还是说从这个禁令之后只针对新的订单来下达禁令。美国科技新闻媒体的 Information 呢，昨天就引述了2名知情人士的话，他们报道说，中方政府在这个礼拜告知部分的科技公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批准他们所采购的辉达 H200。那比如说用在哪些地方呢？大学研究之用，那就可以放心。北京先前已经端出了一份这个 H200的用户名单呢，现在却又传出说要禁止 H200进到大陆的决定。大使，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这2天有一些分析也看到说，并不是全禁，那它的调控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的发展啊。那因为你 AI 晶片你要能够发展的话，你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投入啊。你研发出来了，结果大的用户都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 H200了。你含5G 也好，你华为也好，你这芯片卖给谁？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是以保护本土的这个 AI 芯片来作为第一考量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进 H200 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umber 2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umber 2我不需要。对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2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二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第2 Number 2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对。这讲得很清楚。你觉得跟先前这个辉达不是有提出说要全额先预付，就把之后不是分期的，而是你一次付的这个当做一个谈判手段？那就是说他自己掌握的情报不够精确吧？也大概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大陆就告诉你就说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这个都是库存货啊。对你这些都是你库存，你销库存，你还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呢？你卖别人算了。后来有改口，到时候付定金也可以，付定金也可以，对不对？改了嘛？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啊，因为他有出口税啊。美国政府宪法明定不能固定出口税，你出口1块钱你要拿2毛5分给我，这什么政府？不适用于川普。那川普就跟你要啊，对不对 ？AMD 的时候只收了 AMD， 因为它那个是所谓特用，不是通用的，那个也是 AI 晶片，所以他给他收了15%。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讯息，我想让美国的科技界、全世界科技界，大家会很震惊的，就是说，哇 ，H200你不需要，对，那你自己有是不是？那我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我反正不需要，就表示我不需要嘛。对，不需要就表示自己有能力，自己靠自己嘛。那钱不必要，你美国不必拿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科技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因为美国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在一个芯片上，它两个不可能。第一个让你买不到，先让你买了。过来还有一个让你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让你买得到，结果你不要，意思说你做得出来吗？那你对中国大陆过去所有的晶片设备的这种打压，看起来也没奏效啊。对，要不然中国是芯片制造设备自己做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用各种方式用这个所谓用不是用所谓的这个算力，而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解决算力的不足了。反正
大陆想出解方了，刚才提到就有解决办法了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就是说，当你依赖习惯之后呢，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就必须要先想想这个因应解决之道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媒体啊，新通社公众号，他们最近也发文，他们分析了说，这次美方松绑 H200到大陆，暗藏着3重算计哈。哪3重呢？第一重就是呢，基于大陆500亿美元规模的 AI 市场，这个饼很大。那透过25%的交易抽成呢，也能够对美国的财政啊，这个有很大的益助。那光是辉达单季度中国区的收入就可能为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红利。第二重算计呢，是为辉达这些企业来纾困，因为先前的出口禁令让这些科技巨擘啊错失了关键市场。现在开放销售的话，可以挽回一些，至少这个营收上面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以补回来。第三呢，是试图用技术供应来麻痹中国大陆企业的自主研发意志，延续美国在晶片领域的话语权。陆老师怎么看新通社这个分析？只有一点他讲的不对，就是纾困啊，替辉达来纾困这个用语比较不恰当了，因为辉达目前是全世界最会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你不能用纾困来形容它，只能说它减少它去年因为55亿美金的那个订单的损失，希望减少损失了，你不能用纾困辉达来作为理由，这个全世界人家没有人听得进去。但其他2个理由也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尤其是第3个理由。对，第3个理由最好，就是说辉达要用它整个技术供应链，来让大陆的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来降低，这一点很重要。刚刚介大师有讲，目前中国大陆在晶片研发，华为跟寒武纪是 Tier 1，就第一间。那么他们还有 GPU 4小龙还有什么木犀啦、穗源啦、天数智新啊、必刃科技，尤其木星最近刚挂牌的时候，第一天就上涨700%，不得了。前2个礼拜又挂牌一个摩尔县城，也是一挂牌就上，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 AI 的晶片这个非常的疯狂。那这一部分他们研发也加大力道。那如果辉达的这个 H200就是次高阶的这个晶片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中国大陆在 AI 的供应链方面，就是它整个的生态链上面有取得优势。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卖一个晶片，不是只有那个晶片。你要用CUDA那个系统软体才能够操作，你还有那个硬体设备也要配合。那软体、硬体要配合，还要有先进的封装，还有辉达的晶片，你还要跟超高频 HBM 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那如果辉达能够把这个生态系卖到中国大陆的话，那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在 AI 市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那当然辉达不会放弃这市场，对，他卖过去啊，对他来讲，不只是他在企业营收上有他的获利，不止美国政府可以抽税，他最主要，他抢占中国 AI 市场的生态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 H200如果因为禁令的关系，那不管是先前的，有没有包括先前的，或是现在之后的，问题就回到了黄仁勋的身上。好，你觉得他会想怎么样来因应呢？我觉得黄仁勋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以美国合规的方式把他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做生意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 AI 市场的确是除了美国，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 AI 最大的市场，而且是2个这个最竞争的市场。那如果辉达的晶片如果能够卖到中国，我相信对辉达是有很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业者是透过其他的私下管道去取得 NVIDIA 的，就说虽然没有直接，可是用间接的方式，譬如说透过新加坡还是透过哪里去取得了 NVIDIA， 因为 NVIDIA 的晶片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 AI 里面没有人无人可敌嘛。虽然 AMD积极追赶，但是目前它还是最领先的。否则它怎么会有市值有4.5兆美金，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黄仁勋又要再发挥他这个长袖善舞的能力，要来说服，特别是要说服川普，要说服川普，而且不只是说服美方哈，还要说服中方这一边。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这个 BIS 啊，就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规定哈，说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前，必须要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审查晶片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大陆的晶片数量呢，也不能够超过辉达
给美国客户总量的50%。另外呢，在去年12月啊，其实美国与8个盟友共同推动的这个系和平倡议啊，川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层级的 AI 政策框架，而且表示呢，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轻易的在 AI 竞赛中追上美国。半导体跟 AI 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他的分析师就指出呢 ，H200事件反映出了一种仍然在华府内部争论不休的校准式围堵策略。美国在历经了拜登政府那整个围堵之后的发现呢，其实是无效的哈。但是要如何维持在科技上现在所剩不多的 AI 领先地位？那这次的 H200，大家也认为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姜老师。其实我觉得就 AI 的算力来讲，整体的算力来讲，美国目前还是领先中国颇多啦。因为现在有个统计，就是说以 H100等级的算力来讲，美国大概的算力大概是112万颗等效算力，那中国大陆大概23万颗，那欧盟是7.6万颗。所以美国其实在这种大型模型训练啊，或者是比如说更高端的军事上的 AI 等等，它其实还是比中国大陆拥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大陆掐住了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这些军用以后 AI 要军用，它不可能接个电线嘛，它要靠电池。高效的电池，那偏偏高效的电池现在美国被中国大陆掐住，因为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了，在目前美军的武器系统当中，有6000种跟电池相关的零组件，蛮依赖中国大陆的。那特别是以后他们在发展的磷酸铁 LFP 这种电池，很不幸，中国大陆市占率99%，关键零组件的产能90%。换句话说，没有错，以后美军可能会有强大的算力，但是当我这些在前线的这些系统需要用电池来确保这个算力的时候，这个电池反而掐在中国大陆手上。那美国虽然是有这些原料，但是因为美国的法规、环保法规，让他没办法开采。然后就算是川普现在想要做，他们估计大概花5年可以建立产能，但是你要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产业链要出来。时间更久，所以是说，虽然算力部分美国有优势，但是在战场上运用的时候，中国大陆又掐住了它的关键节，而且掐住了正好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关键节。对，没有想到在这个大机器的当中，那个关键的小小螺丝钉，却是能够左右这个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